有沒有人曾經遇過這種時刻？那個天天刁難你的主管突然被老闆罵了，那個搶你功勞的同事突然專案出包了，那個當年甩掉你的前任突然感情不順了。這時候你的嘴巴說：哎呀，怎麼會這樣呢？但心裡其實在放煙火，甚至還有交響樂團現場演奏。各位誠實一點，有沒有？不要裝屬靈。我們很多人最大的恩賜就是替別人的災難配背景音樂耶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超有意思，以西結書25章1到11節，神不是責備以色列，而是責備兩個鄰居，亞捫人和摩押人。歷史背景很簡單，不用背。當耶路撒冷被敵人攻陷時，這兩個鄰居沒有哭，沒有幫忙，反而在旁邊鼓掌。有點像隔壁公司失火，你不是幫忙滅火，而是搬板凳看直播，還留言早就知道會這樣，然後按愛心。各位，這就是今天經文的核心，不是別人的失敗，而是你看見別人失敗時的反應。然後呢，經文裡亞捫人最有名的一句話，就是看見聖殿被毀時說啊哈，只有2個字，卻很致命。翻譯成現代話就是哈哈哈，活該啦，我就知道，報應來了吧。是不是很熟悉呢？現在根本不用開口，只要發一個笑笑表情，意思都差不多。有時候我們表面沒說，心裡已經開慶功宴，然後呢，神居然很在意這件事。為什麼？因為神知道幸災樂禍看起來只是情緒，其實反映的是內心。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喜歡看別人跌倒，不是因為對方真的很壞，而是因為我們需要比較，別人倒下自己看起來比較高，別人失敗自己看起來比較成功，別人出糗自己好像比較有價值。這就像考試考60分，本來很難過，結果發現隔壁考30分，突然笑容燦爛，分數沒變，心情卻變了。因為我們很多快樂其實建立在別人比自己慘。然後呢，神說這樣的心態有問題，因為當你靠別人的失敗建立快樂，你永遠不會真正快樂，總要有人更慘，你才能開心。這種人生很累，而且很危險，因為今天你在笑別人，明天可能換別人笑你。人生最公平的一件事，就是每個人都會遇到低谷。然後呢，接着神又責備摩押人，原因更妙。他們說猶大家與列國沒有兩樣，意思是你們的神也沒什麼特別嘛。翻譯成現代版就是信主又怎樣，禱告有什麼用，還不是跟大家一樣失業，還不是會遇到困難啊。聽起來是不是很有道理呢？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有神的人生應該永遠順風順水吧，結果一看到基督徒生病、失敗、受挫，立刻覺得信仰失效。可是問題來了，信仰從來不是保證沒有風浪，而是在風浪裡仍然有盼望。船長存在的意義，不是讓風浪消失，而是在海浪裡帶你回家。然後呢，我發現現代人很像亞捫人和摩押人，只是方式不同。以前的人站在城牆上看笑話，現在的人滑手機看笑話。哪個藝人出事，留言區爆滿；哪個網紅翻車，觀看次數暴增；哪個名人失敗，大家像過年一樣熱鬧。人類科技進步了，幸災樂禍的方法也升級了。以前要走到城門口，現在只要有網絡，就能全球同步吃瓜。然後呢，
神今天透過這段經文問我們一個問題：當別人跌倒時，你是觀眾、評論員，還是願意扶一把的人呢？因為成熟的人不是從別人的失敗獲得快樂，而是從神的恩典獲得安全感。當你知道自己的價值來自神，就不需要靠別人的失敗證明自己成功。當你知道自己也是蒙恩的人，就不會急着審判別人，因為你知道，如果沒有神的恩典，今天跌倒的可能是自己。最後你會發現，人生最大的勝利，不是看見敵人倒下，而是即使有機會嘲笑別人，仍然選擇憐憫。這才是真正的強大。因為神不是呼召我們成為看熱鬧的人，而是成為帶來恩典的人。金句：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因別人的失敗而快樂，而是在別人的低谷中，仍然選擇憐憫與恩典。